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赵丽颖一手捧红金韩，被冠以救团妖男的称号，这在当今时代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至于静涵，她是2018年成名的艺人，虽然没有成功，但底蕴很大。这都是因为电视剧《你我的迷人时光》帮助了赵丽颖。这是静涵最难忘的男主秀，也是赵丽颖走红的一瞬间。可以说，静涵是赵丽颖的知名艺人。由于她是一开始就合作的男性同伙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所以从那以后就发生了什么事。饰演的厉志成是个霸道总裁，他是极端和有吸引力的，有一个坚实而笔直的身体。他和朱亚文有着相似的荷尔蒙倾向，而且更有男子气概。在男艺人中是个有趣的捣蛋鬼类型，他的长相也同样普遍出现在网络上。据称，静涵以超前的作风声名鹊起，这意味着观众喜欢他的前卫风格，应该在当前节目的路线上继续创作。不过，静涵也跟着拍了旧装，引起了热议。静涵古装被命名为旧装妖孽。静涵演旧剧的理由是有道理的，就是为了出名。旧装领域是一个成熟领域，众多艺人获得了不可思议的优势，支撑了表演表情的活力提升。金瀚是个独特的案例，在旧装领域没有任何帮助。他非但没有因此而名声大噪，还被网友称为老套烂人，被形容为破烂老套。静涵的穿搭到底差在哪里？首先是习惯问题。静涵在合奏剧中的习惯无论如何都没有过时的气质，大体上是有问题的，一举一动瞟了一眼那双不起眼的眼睛，有些漫不经心，又有些可怜又好奇。其次是颜值问题，静涵的脸很长，在穿搭剧中，她的整张脸通常都是露在外面的，这就暴露了她脸上的不足，也就是脸型在镜头前又宽又长，这是个大问题。还有一些可怕的鼻孔外翻和深刻的眼睛附件。说白了，面部高光的融合是一片狂野，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这就是扮演低级生活和支持工作可能需要的一切，但扮演积极的男主角是不够的。简单的想象，一个艺人没有令人满意的面部元素组合，再加上威胁性的整体外观，他的性情与服装的个性不匹配，这难道不是很可怕吗？被称为古装怪人是当之无愧的。金涵对于当今的戏剧化显然是合理的。显然，这种怪诞不过是现实问题，抱怨静涵老套演戏不合理。外观和执行力真的很糟糕，人们通常会承认这一点，说明人群的感觉很普通，他们知道华丽与冒犯之间的对比。在目前的剧集中，静涵的表现中规中矩，比如上面提到的厉志成和戚薇的姐弟恋等等。身着线装的静涵，活力四射，干脆利落，霸道，荷尔蒙主子。决策的范围肯定比服装秀更广泛，更令人满意。金瀚的下一个计划是在当今的戏剧化上归零。戏服方面，如果不能演戏，就得不到任何好处，是徒劳的。在现代戏剧的帮助下，最近通过服装秀消耗的口头交流和路人都得到了拯救，因此他们可以继续保持一致的立场。这段时间，静涵第二次参加了《征服耐久的兄弟》，里面的造型很棒。他有一个强烈而有吸引力的地方，这比旧的合奏更令人满意。静涵应该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艺人都适合老乐团，应该有特定的自我信息水平。02传阿勒传奇，巩俐迪丽热巴主演，古装大作战，在天偶像爱。10月20日，电视剧《阿勒传奇》揭露了一个预先传播的冒险副本。土剧推测，该剧预计将于2022年 Q4 播出，这意味着《阿勒传奇》最早将于11月初上映，并权威性的与观众见面。根据以往电视剧播出前的炒作情况来看，进入创业晋级条件的电视剧基本处于即将上映的状态。
这部电视剧以龚俊和迪丽热巴为主角，两位年轻的艺人可以被描绘成著名的明星，他们两个带来了自己的粉丝和人群。更重要的是，这部电视剧以陈旧的服装、好斗的技巧、偶像和爱情为背景，大多数整合这些元素的电视连续剧在热门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安乐传奇》本该可见的物质实质而言，无论是话题还是演员阵容，都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环境。目前无论人群的立场如何，都很难摆脱，但传播结果非常惊人，本质上是一种信念。人生故事改编自网络小说《投之书》，是一档常规网络剧。我们应该先调查一下电视剧的情节总结。子源迪丽热巴是为人正直，真正关注普通百姓，是民国初期的主要缔造者。不愿被命运堵嘴，她取名为任安乐，选择勇敢地安置经历过冲突的黎族个体，希望为个体营造一个宁静的家园。所有的情况都被考虑到了。在帮助个人的这段时间里，她获得了一定的名声和褒奖，还被统治者韩烨龚俊氏看中，成为了他的手下。之后，在机灵的任安乐的帮助下，韩烨甚至解决了皇室考核中的敲诈勒索事件和江南浩劫救助中的挪用公款事件。至此，线上爆发了一场冲突，以普通市民为己任的任安乐选择了跟随韩烨的脚步，想要尽早结束这场冲突，目标是个人可以生活和工作的和谐与满足。纵然在敌固我弱的情况下，任安乐还是构思了技巧，在虚弱中杀死了敌人，赢得了微弱的胜利，个人也引入了和谐的开始。最终，韩烨协助任安乐弄清楚了当年发生的事情，替家人洗清了冤屈。就剧情内容而言，这样的故事确实是一种常见的网络小说布局。勇敢的女人有着被深深掩盖的人生经历，而传奇则拥有强大的力量。随后，传奇与冠军组建了一场聚会，冠军为传奇助阵，徜徉于水道和湖泊，或征服世界。最终，传奇与冠军的情愫如期而至，勇敢的女子教育经历的实质也将就此尘埃落定。在线书籍的可比作品可以被描绘成音高，因为这个模范故事更为年轻观众所熟悉，因此在播放量方面也更有可能成为爆款。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对于很多中老年观众来说，他们喜欢看自己不熟悉的影视剧中的故事。另一方面，许多青少年观众只需要审美熟悉度就可以了。安乐传奇浓郁的网络小说氛围，反过来又让人们更容易进入节目，没有审美障碍。标志性的爱情剧往往是不合理的，不能批评它们合理。该片明确定位为龚俊与迪丽热巴之间的偶像爱情，两位年轻的明星在古装与武侠之间坠入爱河。服装和武术是保持节目有趣的属性。另一方面，坠入爱河是粉丝观众最迫切需要看到的，也很有意思。大量的粉丝观众看到自己的偶像坠入爱河，会升起一种恋爱的感觉，而我们这些中老年观众却喜欢把这群孩子的审美调侃为太监听皇帝的房间。作为网剧《安乐传奇》，肯定有很多网剧固有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对于非粉丝群来说是问题，而对于粉丝群来说，他们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到了谁说出来就是问题的程度。在这个属性中，《安乐来传奇》可以说是不合理。结果，即使在播出时，它也能够保持所谓的粉丝声誉，这也是这部剧火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我们写客观分析的严肃戏剧评论家无法动摇的。而《安乐传奇》的导演则是辛志超、马华勤等香港导演，这两位导演曾合作过《山河令》等作品。这两位资深香港导演的特点就是能拍线稿，而且不会很挑剔。这是一种只有通过商业化才能培养出来的导演人才，所以不能指望两位导演能达到他们能达到的艺术水准，但肯定能达到制片方的商业要求。综上所述，我认为即将上映的电影《安乐传奇》应该有很多值得看的元素，并且在播放量方面是爆款。至于其真正的质量水平，
该节目的中老年非成熟观众不妨降低对节目的期望。03最新消息，赵丽颖狂野长大，传闻央视8台豪华阵容。正在热播的新剧，虽然也有追光者、大唐骗子等热度出众的作品，但距离真正的爆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想要再次掀起一波国剧热潮，还是要看接下来的待播剧。古装流派大爆发后，待定古装剧备受期待，《长月之辉》《醉长情》《玉骨遥》等剧都提上了宣传日程例外。不过，这类题材更容易俘获年轻观众的心，而中老年观众对这类题材的接受度较低。要想获得各个年龄段观众的认可，还是要看现实题材的剧集。继《人间幸福到人间》等剧集火爆之后，另一部现实主义剧《野蛮成长》即将开播。从立项到正式公布演员阵容，《狂野长大》备受关注，前不久发布了预告片。最新消息是，赵丽颖的《狂野长大》传闻央视8台开播，开播指日可待。第一部女性创业商业剧。近年来，所有的电影和电视剧在题材和人物塑造上都下足了功夫，希望贴近现实，用一抹烟火来刻画人物，也希望能带来新的东西。原著小说《活不下去》反响不错，原作者阿奈也有多部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如大江大河系列《欢乐颂》一切都好，全部出自阿奈之手，无路可走的原评论高达8.2分，满分10分。从阿奈之前的改编来看，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非常贴近现实，而这一个也不例外。故事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主要讲述女主角徐寒霞，她是一名鲁莽的女商人。凭借独特的眼光和大胆的个性，她能够在男人成群结队的钢铁行业中克服障碍，最终获得成功。女性剧很常见，仅今年就播出了《淑女法则》《欢乐颂3》等剧集，但关于女性创业和商战的作品屈指可数，而《野蛮成长》更是无疑为女性打开了另一扇门。在很多人的眼里，钢铁行业是要靠男人做的，但许寒夏当上了钢厂的董事长，也成为了法人，对钢厂的发展说不。能干的人说什么都拼，不想干的人说什么都不干。在现代剧中，像徐寒霞这样的女主角色是很少见的，但通过这个角色，也打破了观众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在创业的过程中，许寒夏经历过多次造反，也经历过被反派陷害，但她身上却有着打不倒的韧性。预告中，许寒夏捅了一个盘子，端起一杯酒砸在地上，可见她是一个脾气火爆、气场强大的人。这种霸气的女性身材简直太让人期待了。其次，赵丽颖与刘伟的第二对是强者。豪华的演员阵容是《狂野长大》的另一大看点。这部剧选择了赵丽颖来饰演徐寒夏这个角色，可以说从一开始就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反差感。赵丽颖的形象和气质更适合演绎像花千骨这样的萌妹子，或者像《知不知道》里的明兰，不争不抢。但其实这些赵丽颖以往演绎过的角色更多面的，有稳重柔软的一面，也有跳出常规、奋力拼搏的坚强一面。唯一不同的是，徐半夏的角色软弱了很多，而硬朗了很多。光看她在剧中的样子，就知道她这次饰演的角色和之前的角色有多大的不同。一头波浪长卷发，火红的嘴唇，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女暴君的味道。许半夏的形象与赵丽颖的气质形成鲜明对比，但不得不说，她对这个角色的诠释让人没有违和感。虽然该剧还未开播，但从预告来看，赵丽颖的演技也会颠覆大家对她的认知。当人物展现出豪迈坚强的一面时，赵丽颖的眼神中透出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酷暑，颇为感人。在这部剧中，还有与赵丽颖合作出演《幸福万家》的刘伟。两人在之前的作品中斗智斗勇，这部剧也不例外。作为资深演员，刘伟一直是该剧演技的最大保证。无论他塑造什么样的角色，他都不会让观众玩。剧中，他饰演的吴建设与《幸福到万家》中的村支书一模一样。有时他和许半夏打架，但他也会站在他这边，帮助他。
增加了很多亮点。此外，这部剧还有很多熟悉的演员，比如老戏骨王劲松饰演女主徐半夏的父亲。和《冰与渔火》，光看定妆照就能感受到王劲松与这个角色的高度契合。男主欧豪和李光洁也是公认的实力派。近年来，欧豪主演了《我和我的祖国800》《中国队长长津湖》等作品，妥妥的主旋律职业。但这次饰演童小七，回归帅气痞子不小气的形象。这个角色有望凭借个人魅力让欧豪圈粉无数。而李光洁这几年在影视圈一直很低调，虽然他也出演过《流浪地球》《如懿传》《我和父亲》《大江大河2》等剧集爆红。不过，以李光洁的演技，搭档赵丽颖只会是强强联合的局面。还有柯蓝，出演过《人民的名义》《猎场》等作品，在《那年花开》《北京爱情故事》《理想城市》。冯嘉译和刘薇薇是安这样的实力派，这部剧的整体水平相信也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期。期待赵丽颖的新作吗？